大家好，已经接近中秋节，虽然天气还很热但是已经可以看到换季种植的契机在这浴血奶油白菜上已经出现叶菜蛾的足迹可以说是大自然给的启示与提示然而，秋冬作物种植、作物生长的时间需要比较久，这也是比较需要考量的问题尤其最近天气非常不稳定，急降雨后又出大太阳的急速变天状况下，直接全部进行换季种植，会很容易事倍功半最好还是预防一下菜价突然又再拉高就只能吃上缺菜与高菜价的闷亏而日前布局换季缓冲期的作物也进入采收期这是让菜不会衔接不上的方法。由于现在的天气还很热，也非常不稳定，换季种植的速度可以放缓一点，慢慢更替就好。这也是为何重心还在后院，持续进行整理与调整种植空间的原因。此槽下方原本铺设的砖头刨出后，为了缩短搬运流程瓦片就近再围出种植槽。由于紧邻作物，就不再当堆草槽使用。目前的土壤数量不足，一旁野生芋头种植方式刚好可以派上用场。采用血植的方式，也可以给芋头重生的机会一旁堆草槽的空间就可以腾出来了。由于这是多出的种植空间会比直接种植作物还重要。容易长草的空间，堆草槽的设置更显得重要。由于堆草槽还没有设置好，做起来就是感觉很不顺手关于堆草槽的设置，除了堆放杂草可以当堆肥使用，对于比较需要除草的种植环境，堆草槽的设置更是提高效率的方法。比如说随手拔下的杂草，不管是否带有草籽，就有地方摆放之外还有另一个提高除草效率的用途尤其在现在多雨的季节，除草时通常土壤会跟着上来，要将土壤与杂草分离，其实很花时间有了堆草槽，除了不用花时间分离，就算是带土而且带有草籽的杂草，清除后也可以集中晒干与后续处理而这也是没有堆草槽之前改造此处变得很卡的原因反正不管老手或是新手，种植空间比较大，挪一点空间设置堆草槽，除草的效率很快就会很有感。就这样种着种着，又快下雨了。拆掉瓦片后，内部的土壤还需要整理，就先摆放到堆草槽内，避免因为强降雨，土壤被雨水冲刷走。就已经缺土了，更得珍惜土壤来之不易何况这土壤还是腐殖土一流失就是阳草了。趁大雨还没来临之前，来进行大陆妹撒种。撒种时只要简单分撒，移植时再进行空间调整。大陆妹在墙外已经可以看到生长得很好，而这天气还很热，也时常会下雨的时间点，要特别注意的是整地时土壤别敲得太碎了，这样浇水或是下雨时，土壤的团粒结构才不会被打破。土壤一年很容易发生土壤板结而败根的现象。拿瓦放风的时间遇到下大雨，这样躺睡也不知是无奈或是天气凉爽好睡
接下来是资源利用进行大育苗的时间，一次进行约10种作物的育苗，这等中秋节过后就可以分批进行移植啊。现在拿来育苗的塑胶容器是手工水饺的包装盒，好处是刚好一格一格的空间，在每个格间先进行打洞啊。这就算是放在低日照的室内也得打洞，因为摆在室内移植前得先提供日照几天啊。目前算是很有计划的再次利用，雨天做育苗的动作也是很好的安排啊。不过呢，忽略了雨势一开始土壤就被雨水淋湿了，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啦。就只能尽可能的让缺点转成优点。最大的缺点是潮湿的土壤作业不便啊，但是将土壤压实却可以保湿非常久啊，不用浇水。得事先进行注记的原因，除了青花笋与结头菜的幼苗长相太接近了，十字花科类幼苗不做记录的话，容易搞混。尤其是在多种作物的育苗时间点，一波育苗操作下来就会搞混或是忘记啊。另外，这也是可以在幼苗长出时，依据幼苗的出芽与生长速度，决定优先整地的位置与顺序啊。时间有限的话，这样会很有帮助啊。由于土壤已经是湿黏状态，播种育苗时就逐一将种子压入土里啊，方便的话就可以在上方再覆盖一点透气的沙土，这样需要浇水时，下方的土壤容易吸水，上方却是透气的沙土，会容易控制湿度啊。尤其这是透明的培养盒啊，更可以很明确看到下方土壤的湿度。接下来利用进行育苗的容器，则是太阳饼的包装盒啦。很多盒子的原因，则是连狗都很喜欢吃啊。这种有盖子的塑胶盒呢，在保湿上效果更好。盖子的效果就很像作物在扦插或嫁接时的保湿效果。首先一样在盒子上下进行打洞。由于包装盒的下方有分隔的凹槽，为了育苗后方便挖取幼苗，所以采用倒立的方式啊，让平面的盒盖反而是在下方。这有盖子的盒子，除了保湿效果好，还可以防鸟害跟虫害啊。先填入下方的一样是湿黏的土壤。若是想要混合育苗，幼苗长相太接近的作物，尽量摆在不同的育苗盒啊。尤其是同一种作物，但是不同品种时啊，就混搭一下，别摆在一起育苗。而虽然此次育苗大概有10种作物啊，但是家庭种植呢，分批种植很重要，别同时一种菜种太多了。不然不是照顾辛苦，光吃也很辛苦啊。原本摆放的位置是在日照较低的地方，经过3天后已经有出芽的状况，移出来光照比较强的地方，避免幼苗徒长。幼苗徒长时呢，茎会很细的长高啊，不长叶片啊，这要进行移植的难度会非常高。若是出现这种情形，很高的几率就是日照太低啊。只要让幼苗多一点日照，几天后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谢谢收看。